周末回家，我一眼看到悠然坐在沙发上的宋慈济，他抬眸望过来，狭长的桃花眼波光潋滟，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弧度。小双，回来了呀？我面无表情，别这么叫我，我跟你不熟。宋慈济是我姐乔梦雪的男朋友，他们是高中同学，高中毕业后在一起，谈了2年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妥妥的救赎文男女主。宋慈济成绩好，样貌更是无可挑剔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家境差。一个赌鬼父亲和卧病在床的母亲，让他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。而我姐这个冤大头从天而降，又是给他送钱，又是死缠烂打，最终成功感化这朵高岭之花。可现实不是小说，从我的视角看来，倒也没有这么美好。宋慈济性格冷漠，自尊心强，乔梦雪每次给他送钱都无比小心翼翼，绞尽脑汁找借口。偏偏人家还不领情，觉得乔梦雪用钱羞辱他，没少甩冷脸，但钱是一分没少拿。更何况他还有个小青梅阮芝芝，天天黏着他，嗲声嗲气的叫他阿季。宋慈济这回倒卸下了冷漠面具，对他百依百顺，温柔至极。问就是，我只是把她当妹妹，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明明是2人的恋爱，硬生生被他们演成了某东。乔梦雪就是跟在后面买单花钱的大冤种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成绩优异、漂亮多金的乔梦雪会喜欢上这么个玩意？谈的恋爱完全降智，容不得别人说她一点不好。为此，我跟她吵了很多次，姐妹关系降至冰点。我隐晦提醒她注意宋慈济，诚然她的家庭情况令人同情，但她绝对不是什么小可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她的城府比同龄人要深太多了。可是乔梦雪是怎么说的呢？乔其双，你是觉得你比我聪明吗？宋慈济是什么人，难道你会比我清楚？还是说你嫉妒我，看不得我好？当时他眼里的冷意让我愣了很久，原来他是这么看我的呀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并且在学校办了住宿，只有周末的时候回来。尊重他人命运，颠婆最爱野菜。上一次见到宋慈济已经是1年前了，他倒是变了很多，起码明面上的冷漠已经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春风和煦的模样。宋慈济和乔梦雪的关系直线攀升，他变得温和有礼，更是将乔梦雪宠到了骨子里。爸妈从一开始的不看好，现在也逐渐转变成夸赞。因为宋慈济大学后展现出了极强的商业天赋，在乔梦雪的资金扶持下，现在已经自己开了一家前景非常好的工作室。我对他的忌惮却更深，因为宋慈济的变化是在阮芝芝车祸死亡之后。他死了之后，宋慈济像是一夜之间成长了。但这种变化真的是好的吗？此刻，宋慈济脸上的笑容更像一个面具，藏着他不可言说的阴暗心思。小双还是这么讨厌我呀？他悠悠开口。心脏突然狂跳，我警惕地看向他，宋慈济，你最好没有其他的心思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沈笑一声，没有说话。楼梯口传来脚步声，我抬眼看去，是乔梦雪。视线相对的刹那，他眼睫颤了颤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眼眶渐渐红了。他又发什么疯？我收回视线，准备离开客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乔梦雪嗓音有些哑。宋慈济眸色中飞快闪过一丝受伤，唇角抿成一条直线，似乎颇为可怜。小双说我是软饭男，梦雪，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？他竟然污蔑我。脚步定在原地，我下意识看向乔梦雪。他走下楼梯，在我面前站定，视线始终牢牢锁住我。我蜷了蜷指尖，表面却扯出一抹嘲讽的笑。怎么又想教训我了？反正我说什么他也不会信。乔梦雪没有开口，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朝看好戏的宋慈济走去。他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宋慈济白皙的脸顿时浮现出一个红肿的手印。他正在原地，我也懵了。乔梦雪冷声开口，你竟敢污蔑我妹妹，是觉得我乔家没有监控吗？宋慈济不可置信的抬眼环顾四周，果然在角落发现了一个新装的监控。我挠了挠头，1个星期没回来，家里变天了？宋慈济眼里顿时闪过一丝慌乱。梦雪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
乔梦雪不耐烦地打断他，就算我妹妹说你是软饭男又怎么样？难道她说的不对，你还想软饭硬吃不成？傻逼才会喜欢你这种又蠢又毒的男人，给我爬！宋慈济所有狡辩的话就这样哽在喉间，他嘴唇微张，被茫然包裹着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乔梦雪赶出了门。我也愣住了，他怎么连自己都骂？客厅一下安静下来，乔梦雪看向我的时候，眼里的寒意渐渐消散，只剩下近乡情怯的无措。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，似乎掩藏着深深的悲伤。我被脑海中这个愚蠢的念头整笑了。这还是那个骄傲的不可一世的乔梦雪吗？我转身上楼，不想搭理他，可他跟在我身后，亦步亦趋。乔梦雪，你又发什么癫？话音刚落，他的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，像洪水决堤似的，愈演愈烈。他擦着泪，轻声啜泣，一个劲地说对不起，小双，对不起。这句对不起，像一记重锤，落在我跳动的心脏上。强烈的酸涩像是穿越了时空，在这一刹那涌遍四肢百骸。我不可抑制地红了眼。乔梦雪比我大2岁，我从出生起就活在她的阴影之下。她从小就是天之娇女，聪明漂亮又讨喜。爸妈给我们都请了老师，琴棋书画，每一样她都学得又快又好。同一首曲子，她只需要学半天，而我需要花1个星期，甚至更久。老师们对她不吝夸赞，脸上的满意之色就没有下去过。轮到我时，就是微不可察的失望和轻叹。你要把你姐姐当成榜样，多跟她学学。饭桌上，爸妈也常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我。都是我生的，怎么就差这么多呢？这些不算刺耳的心里话积压多了，竟然也会伤人。天平渐渐倾斜，乔梦雪越来越亮眼，而我越来越透明，直到他们再也看不见我。我不服气，没日没夜的学和练，可这努力跟乔梦雪的天赋相比，不值一提。我开始恐慌，既然做听话的乖孩子吃不到糖，那就做个令人头疼的坏孩子。于是我穿上奇装异服，跟精神小妹混在一起，如愿以偿的被叫了家长。现在你们总该分我一点关心了吧？刚开始确实是关心的，可很快就被乔梦雪的各种比赛分了神。比较之下，我的叛逆多么令人失望。他们太忙了，抽出的时间也只够关心让他们骄傲的乔梦雪，至于我，当然被无视了个彻底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要我出现在这温馨的一家3口面前，气氛总会变得剑拔弩张。尤其在参加智商测试后，乔梦雪是毋庸置疑的天才，而我的智商堪堪在临界正常。我听见爸妈的耳语，这孩子会不会是报错了呀？这一刻，我甚至出现了一瞬间的耳鸣，眼前的场景渐渐模糊，光一点点湮灭。令他们失望的是，我的长相跟他们是如此相似。看似无心的一句话，其实代表了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有一瞬间，他们是真的希望报错吧？我突然觉得自己博关注的行为好蠢，毫无意义。心已经偏了，还怎么寻求公平呢？从那之后，我把叛逆贯彻到底，软硬不吃。跟我爸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老登报点金币。他当然暴跳如雷，瞪着眼睛骂我不孝女，连乔梦雪一半都比不上。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句，我早就听腻了。我就是比不上他，又怎么样？别说，自从摆烂之后，心里爽快多了。既然相看两厌，不如主动离开。我打算申请国外留学，这周末回来就是跟他们说这件事。没想到却撞上了乔梦雪和宋慈济大型撕逼现场。看我优异次方的眼神更是让人头皮发麻。更吓人的是，他竟然会维护我，鬼上身了。悬着的心在见到父母那一刻终于吊死了。偏心的爸妈现在看我的眼神小心翼翼，仿佛易碎的宝物。一向严厉的父亲此刻穿着旺仔紧身服，脚踩豆豆鞋，面含期待的问我，楠楠，你看爸爸的天眼和虾线画的怎么样？他手足无措的站在原地，独属于精神小伙的标识画在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上，显得不伦不类。我想说这种装扮早就过时了，但还是开口。小双，我妈略微颤抖的声音让我从震惊中抽离出来。她眸中含着泪，在我平静的视线下竟然捂着嘴呜呜的哭出声来。
我头皮发麻，这是演什么苦情戏呢？在对面3个人肉麻的眼神中，我冷淡地坐下，有话直说，别来这一套。别是破产了吧？那我岂不是不能去留学了？爸妈对视一眼，连忙笑着坐下来，争着给我夹菜。对，先吃饭，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白灼虾，快尝尝。夹菜的动作顿住，我看向碗里那只品相很好的虾，心里有些怪异感。他们灼热的视线迫使我抬头，我爸硬挤出一个和蔼的笑容。小双，怎么不吃？是没胃口吗？虽然挺莫名其妙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似乎是想补偿我。于是我也就顺坡下驴，我不爱吃白灼虾，以后别做了。我妈愣了一瞬，连忙说，怎么会？以前你吃饭的时候总是加这道菜呀。那是因为我只能吃这道菜。爸妈和乔梦雪的口味偏重，爱吃辛辣的菜，所以大部分时候桌上的菜都没有清淡的，除了白灼虾。我胃不好，也就只能吃这道了。气氛瞬间又开始凝滞。乔梦雪低头不语，安静的有些反常。我妈擦了擦泪，低声说，是妈不对，应该早点知道的。我爸尴尬的笑了一声，想说些什么。我以前说过，你们觉得我是装的。我先发制人，语气平静。那会我正叛逆，什么事都想跟他们作对，所以我说吃辣的胃疼，他们不信也正常。毕竟小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吃辣的，只不过胃不争气。我倒是没有多在意，他们却又愧疚的嗷嗷哭。我连忙低下头扒白米饭，怕自己一张嘴笑出来。愧疚好啊，愧疚就多给我报点金币，等我以后去国外当个挥金如土的废物富二代。光是想想那日子，白米饭都变得有滋有味。我刚想趁现在他们发癫敲定留学的事，乔梦雪就在沉默中爆发了。小双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的错。上大学后，我才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宋慈进那个贱人不仅吃我的花我的，还跟他的小青梅有一腿，甚至把阮芝芝出车祸这件事归咎在我身上。现在他忍辱负重，就是想报复我们一家。幸好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真面目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说着红了眼睛，氤氲着极为深重的仇恨，仿佛恨不得生啖宋慈济的血肉。等等，信息量这么大，但直觉告诉我，宋慈济就是这样的人。奇怪的是，我竟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如同悬在脖子上的那把剑在此刻被移走，一直笼罩的阴影彻底散开。我终于可以大口呼吸。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是我一看到宋慈济就不舒服。他的眼神就像毒蛇，只要被盯上，就会被咬下一块肉。好在乔梦雪的恋爱脑及时醒悟，尽管松了口气，但我只是冷淡地点点头，这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乔梦雪诚恳地看着我，那种让人全身发麻的眼神又来了。小双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求一个能再当你姐姐的机会。他连忙举起3根手指发誓，我乔梦雪要是再为了男人让我妹妹伤心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一道惊雷在心间炸响，震耳欲聋。腐肉撕裂后，某种情感破土而出，随着温暖的血液涌遍全身，在每一处生根发芽。我连忙低下头扒饭，眼前却似乎越来越模糊。余光里，我妈也连忙举起手，郑重其事的保证，小双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做个好妈妈，不偏心，兔不双标，一定公平公正。说着，他还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挠头的我爸。我爸一直是个沉默寡言且要面子的男人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让他这么肉麻的道歉，还不如要他的命。我抱着看戏的态度，想看他怎么做，结果他竟然站了起来，这身打扮让他看上去十分滑稽荒诞。他面红耳赤，憋了好久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小双，爸看你们这些小年轻都喜欢什么喊麦，你看爸学的怎么样？在我妈和乔梦雪鼓励的眼神中，他闭眼赴死般的高声大喊，惊雷，这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，我差点一口饭喷出来。瞳孔地震和脚趾抓地后，我头埋得更低了，一个劲的往嘴里扒饭。我很想告诉他，现在喊麦已经过时了，现在流行的是科目3，但是这饭好像越吃越苦，苦的我再说不出一个字。奇怪，明明我爸从没这么狼狈过，
可我竟然觉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大。他们突然的转变让我无所适从，所以我选择暂时逃避。哈哈哈，这就是你连懒觉也不睡，一大早就来图书馆的原因。旁边的琳娜笑得前仰后合，好在现在没什么人。我连忙做出嘘声的动作，有些羞恼，留学的事也找不到机会提，这是整的。琳娜收了笑，看向我，小双，你是真的想去留学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倒也不是真的多想去，只是翅膀硬了，打算远走高飞而已。昨天兔还铁了心要离开他们，今天倒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琳娜看出我的纠结，扑哧一笑，你家人意识到错误了，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过身去，我看到她额角上多了一道伤口，你爸打的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唰地站起来。她笑着把我拉下来，眼神有些暗淡，都习惯了，没事，等我高考后就可以摆脱他了。琳娜拉着我的手，眸色亮如星子，别为我难过，遇到你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我看着她，嘴角微勾。第一次见到琳娜是在学校门口的小巷子里，一群穿着精致的女生将一个瑟瑟发抖的女孩堵在角落里，推搡、辱骂、拍照，非常典型的校园霸凌。在我准备报警时，琳娜一副太妹的装扮从天而降，她吊儿郎当的叼了根棒棒糖，手里拿着棍子，烟熏妆弄得像大熊猫。她说，小妹妹们，我的人也敢欺负，几个妈呀！那几个霸凌者显然有些畏惧精神小妹，因为精神小妹天不怕地不怕，光膀子不怕穿鞋的，所以他们非常识相的道歉跑了，还被要了保护费。那个女孩乖乖朝他道了谢。当巷子里空了之后，她瞬间没了气势，抖着腿扶墙坐了下来。她心有余悸道，幸好被吓退了，不然我还真打不过，我感情是虚张声势。后来熟了之后，我才知道她是故意装精神小妹的，这样别人见了她都会绕道走了，会少很多麻烦。琳娜当时笑嘻嘻的告诉我，这是我总结的经验，因为她曾经也被霸凌过，所以她愿意救下那个女孩，就当救曾经的她了。她家重男轻女，不想让她读书，但她硬是靠着自己打零工坚持了下来。从那之后，我就跟她玩到了一起，一起当精神小妹，一起偷偷学习。琳娜辅导我，我给课时费，这样她也不用去打零工耽误时间。她告诉我，人生是自己的，没必要为了其他人作践自己。琳娜在这种逆境中都不放弃，我更没理由矫情。所以天赋不够，努力来凑。虽然进步得很慢，但我有的是耐心。我们互相陪伴，越来越好。我和琳娜学得认真，没注意到身后有3个人偷偷探出头来。原来小双每次出来都是学习啊，这个小同学不错，我们资助他吧。同意，总比资助那个白眼狼好，那个贱人，嘘，小点声，别被小双发现了。晚上，琳娜无比激动地给我打电话，小双，有好心人愿意资助我上学，他们应该是给我爸妈许诺了什么利益，我爸妈居然要求我考年级前3，还给我买了一部手机。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我终于不用担心他们把我卖了。他压着声音，略微发颤的哭腔却暴露了他抑制不住的激动。我真心为他高兴，太好了。琳娜突然沉默了一会，小双，这个好心人会不会是你爸妈？在这个节骨眼上吗？我细细想了一下，还真有可能。我爸妈还真资助过一个乡下学生，蒋轩。几年前，我们为了乔梦雪的一项作业去乡下游玩，碎石路上拦了一个放牛的男孩子问路，他皮肤黝黑，却非常热情，直接将我们带到了目的地。给钱他不要，却跪下来求我爸资助他上学。蒋轩跟着他妈改嫁，继父只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他在家里多受排挤，需要包揽所有的农活，还不让他上学。我爸问了村里其他人，都说这个孩子可怜。乔梦雪圣母心发作，扯着爸妈的袖子求他们资助他。我爸看中了他的潜力，还把他接到城里上学，吃住的费用都全包。条件是需要考到年级前3，并且学成之后进入乔氏工作10年。如果真是你爸妈，替我道一声谢，我以后会报答他们的。我收回思绪，回道，知道了，我去问问。这些资助条件的确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我下楼后，把3个鬼鬼祟祟回家的人抓了个现行。乔梦雪和我妈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看向我爸，他心虚的摸了摸鼻尖，在我锐利的视线下干脆的承认了，那个叫林娜的孩子挺不错的，我顺手就资助了。说着又小心翼翼的看向我，小双，这应该没做错吧？我觉得有些好笑，感觉女儿和爹的身份颠倒了，你答应了他家人什么条件？以他们那家人重男轻女的德性，肯定不是这么好说话的。就算要资助，也不可能轮到林娜。他们巴不得拿林娜换彩礼，怎么会这么利索转变心思，督促她好好学习？我爸表情严肃了一些，我说如果林娜以后成绩好的话，我会让她来我们集团工作，年薪100万。在这种利益面前，他们还是拎得清的。不过我觉得这家人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如果以后林娜想跟他们划清界限，可以来找我。我眼神柔和了一些，第一次看我爸这么顺眼。在我爸明显有些期待的眼神中，我轻咳一声，别扭扭的说了一句谢谢爸。他当即哎了一声，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花，乖女儿，不用谢。在其他2人灼热的视线下，我连忙转移话题，那个蒋轩呢？怎么样了？话音刚落，气氛瞬间有些凝滞，3个人脸上的笑意消失。乔梦雪眼神陡然凌厉，她拿着我们资助的钱买大牌，跟那些富二代厮混，去各种不正经的会所。爸爸已经取消了他的资助，把他送回乡下了。我妈眼里竟然闪过一丝阴沉，真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啊。我爸一言不发，表情森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他们不想多说，但我直觉没有这么简单。蒋轩如果只是沾染了这些毛病的话，他们顶多失望，不至于3个人都这么咬牙切齿。尤其是爸妈的眼神，堪称仇恨，一定是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。家长会很快到了。林娜有些期盼，你爸妈会来吗？我想正式跟他们道声谢。我垂眸不语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告诉他们这件事。至于学校会不会通知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他推了推我，发什么呆呢？林娜已经脱下了精神小妹的装扮，脸上的烟熏妆也卸了，此刻脸上干干净净，眉眼柔和乖巧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走路的时候一甩一甩的，活力又青春。我微微失神，这才是她本来的样子啊。没什么，我爸妈很忙，估计来不了。他姐俩好的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倒是觉得你爸妈会来，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想补偿你，不像我爸妈。林娜表情有些低落，又立马反应过来，豪爽的朝我挤眉弄眼，来不了也没事，我陪你。我有些无奈，但心里也冒出了一些细微的期待，也许会来吧。来是来了，就是来的有些彻底。3个人全都到场，显得我的位置十分拥挤。我同桌的妈差点被挤出去。班主任嘴角抽了抽，倒吐也没说什么，先发了期中成绩单。我和林娜躲在后面，透过窗子往里看，乔梦雪和爸妈3个头挤在一起，在找我的排名。手不自觉地蜷了起来，我下意识移开了视线，不想从他们眼中再看到失望的表情。嚯，不愧是我女儿，前10哎！起开，让我看看。我爸妈的声音过于洪亮，班主任洋洋洒洒的演讲被迫停了下来。全班的家长都看向他们，表情忍笑。我一拍脑门，转过了身，不忍直视。乔若雪连忙笑了笑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面对学校曾经的优秀学生，班主任脸色才好了点。他也曾经教过乔若雪，此时满脸都是骄傲。若雪呀，你这么优秀，更要多花心思好好辅导你妹才行啊。你看这成绩，我垂下眼，班主任没少把我和乔若雪对比。她就像一座我永远也无法翻越的大山，抬眼望去，遮天蔽日，让人无法喘息。我自嘲的笑了笑，这辈子再努力也只能望其项背了。可下一秒，一道清越的声音从教室里传来，老师，我妹妹有自己的学习计划，而且她是前10名，这成绩已经很优秀了吧？我认为一个人优秀与否不能只凭成绩来衡量，我妹妹她努力上进，善良坚韧，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也没有自暴自弃，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，在很多方面我都不如她。家长和老师应该发掘学生的优点，从而鼓励他们，让他们建立自信，而不是拿他们跟别人处处比较，
不断施加心理压力，然后洋洋得意地看他们濒临崩溃的样子。这话一出，教室里落针可闻，班主任和很多家长像是被打了一巴掌一样面红耳赤。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，真是开优个家长会这么煽情干什么？我爸声音沉了很多，若雪说的对，我就是那个只用成绩来衡量好坏的不称职家长，一直用严苛的标准去要求小双，双标偏心，做了很多错事，伤了孩子的心，导致父女俩渐行渐远。小双是个很乖的孩子，他会在我们加班的时候在沙发上等我们到半夜，会体谅我们的劳累，给我们捏肩洗脚，可我们只觉得他不如他姐，忽视他所做的一切，心就这样偏了。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孤僻叛逆，不跟家长交心，成绩差，不听话，但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做家长的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吗？很大程度上，孩子的行为都是受到了家长的影响啊。没有天生的坏孩子，只有不会教育孩子的家长，不要等追悔莫及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妈哭成了泪人，不管我们小双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以她为荣。教室外突兀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伴随着麻雀的应和。我猛地抬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面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学生，他们怔怔看着我爸，忽然红了眼眶，其中就有我的同桌。他抹了把泪，笑着跟我说，你还挺幸运的，有会反思的家长。我偏头看去，同桌座位上的精明女人此刻稍稍弯下了脊背，俯下了身，肩膀不停颤动。不少家长都似有触动，不过他们心里的想法只有自己知道。或许今天过后会有好的变化吧，哪怕再微小，只要能让人看见希望就行。你都听到了？家长会结束后，我爸气势突然变弱，梗着脖子硬是不敢看我。我有些戏谑道，不止我，差不多全年级的学生都听到了。林娜嘿嘿一笑，叔叔你好帅。他竖了个大拇指，我爸更是脸红到了脖子根，到处找地缝。乔梦雪突然挤了过来，满脸期待，小双，那你能原谅姐姐吗？场面突然安静，4张神色紧张的脸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梦雪，是一道死死压抑着愤怒的声音，熟悉至极。我看过去，果然是多日不见的宋慈济。他再也没有之前风光霁月的样子，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，胡茬冒出来也没有打理。变化最大的那双眼睛，死气沉沉，布满了如蛛网般可怖的红血丝。他盯着乔梦雪，情绪晦暗沉郁。乔梦雪眼底森然一闪而逝，他走了过去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宋慈济。你竟然还有空来找我呀？宋慈济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，猛然箍住了他的肩膀。为什么呀？你明明知道工作室现在是关键时期，为什么要撤资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说啊。他甚至有些癫狂，但乔梦雪只是平静的看着他，嘴角甚至扯起了病态的弧度。我想撤就撤，怎么了？要不是我帮你，你能创业的这么顺利？你这个贱人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敢跟阮芝芝合起伙骗我？他扬起巴掌狠狠挥了下去，力度大到宋慈济嘴角渗出了血渍。他先是不敢置信，瞳孔剧烈跳动下浑身颤抖。梦雪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是乔启双跟你说了什么对不对？他一直在挑拨我们，肯定是他这个贱人陷害我。宋慈济突然狠狠盯着我，眼里的阴鸷几乎快实质化。哈，关我什么事？饶是我这么文明的人，也想骂他一句没用的废物。乔梦雪比我还要生气，她攥住宋慈济的领子，你再敢对我妹妹狗叫，就不仅仅是撤资的问题了。宋慈济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他愣在了原地，我转头看向爸妈，他们只是冷眼看着，没有说话。反倒是林娜瞠目结舌，对乔梦雪的攻击力表示臣服。这段时间，乔梦雪和宋慈济撕破了脸皮，在宋慈济的关键时期撤资，断了他的资金链。按理来说，他此时应该忙着拉投资，可宋慈济伸手党做久了，以往什么事都有乔梦雪兜底，哪拉得下脸去求别人？而且乔梦雪的动作也代表了乔氏的态度，想和乔氏合作的当然不会去触这个霉头。宋慈济彻底陷入孤立无援，好不容易起来的工作室很快破产，几年付出功亏一篑。他不疯才怪。
但是乔梦雪和爸妈显然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。他那个赌鬼父亲在外欠了高利贷，追债的天天来家里闹，他妈天天以泪洗面，家里鸡飞狗跳，让他分身乏术。而且阮芝芝的车祸似乎有其他隐情，乔梦雪十分好心的告诉了宋慈济这个真相，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已经濒临崩溃。还有蒋轩，回到乡下之后似乎接受不了这个落差，天天喊着要当人上人，被继父锁了起来，听说精神已经出了问题，他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能在乡下蹉跎一生。爸妈显然不想让我掺和这件事，所以我细节知道不多。我只知道乔梦雪和爸妈很开心，他们日日红光满面，香槟庆祝。我们一家的反派做派，让我心情有些微妙。他们到底跟宋慈济和蒋轩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几乎快赶尽杀绝了。怀着这样的疑问，我心中的不安感日渐加剧。周五，我和林娜从书店分开后，连忙准备打车回家。天上乌云密布，黑压压的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可能是快下雨了，四周都没什么人。心跳骤然加快，我几乎是下意识想跑。下一秒，一块沾着乙醚的布捂住了我的嘴。一时昏沉间，我看到了宋慈济的影子。醒来的时候是在一辆面包车上，宋慈济戴着黑色的帽子，脸色苍白，眉宇间笼罩着散不开的阴沉。他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平静的让我无端发毛。你醒了。我警惕的问他，你想干什么？宋慈济嗤笑一声，看来你没回来呀。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悠悠点了根烟，似乎心情很好。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，周围的景致有些熟悉，直到我看到了不远处的灯塔，瞳孔骤然一缩。这里我们曾经来过。几年前，乔梦雪拉着我出门，和宋慈济、阮芝芝一道来灯塔这边游泳跳水。他们三个都会游泳，我不会，所以我只是站在灯塔上看他们玩。没想到阮芝芝会在背后推我一把，那天我差点死了。而他满不在意地说，我以为他是骗我们的，没想到他还真不会游泳，连游泳都不会，真是比孟学姐差远了。我似乎明白宋慈济要干什么了，他想杀我。他把我拖到了灯塔最高处，却没有立即动手，反倒是眺望着远方，仿佛在等什么人。如他所愿，几辆警车停在了下面，拿着枪的警察已经就位。我强装镇定，你现在停手还有机会，要是我出了事，你也活不了。他扭过头看我，额角青筋凸起，眼里迸发出扭曲的笑意。我已经一无所有，还在乎能不能活着吗？脑袋嗡的一声，宋慈济已经穷途末路，完全丧失了理智。他铁了心要拉一个垫背的。底下的警察拿着手持喊话器让他放人质，可他眼神冷漠，丝毫没有触动，只说要见乔梦雪。我瞪大了眼，使劲喊，乔梦雪，别上来，这人已经疯了，你不用管我，千万别上来。可他不听劝，非要上来。我心里一片绝望。乔梦雪冷眼看着他，放过我妹妹，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他无关，你要报复冲我来。宋慈济只是摇摇头，我竟然从他眼里看见了一丝情意。梦雪，你报复我是平方应该的，我知道，你也回来了。乔梦雪猛地瞪大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这俩人到底在打什么哑谜？宋慈济嗓音沙哑，却又带着一丝偏执的温柔。他眷恋地盯着乔梦雪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我不该偏信阮芝芝。阮芝芝那个贱人一边跟其他男人厮混，一边骗我，她本就该死。梦雪，对不起。乔梦雪两侧的手微微发颤，她双眼通红，眼底浮现一丝脆弱。我每时每刻都恨不得你去死，可是到了这一刻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。她重重闭上眼，珠子般的眼泪落下，你放了小双，我们的恩怨就了结了。宋慈济似乎到了此刻才全盘崩溃，他又哭又笑，像个神经病。若雪，哪怕我知道你在骗我，我也开心。但是太迟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乔梦雪陡然警惕起来，你现在还能回头，不要做傻事。宋慈济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了一抹孤注一掷的笑容。有人告诉我，乔启双本该在那次溺水中死亡，
我也会认清阮芝芝的真面目，根本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，我们本该幸福一生的。所以，我现在要修正剧情，只要他死了，我们就能回到最初。乔梦雪不可置信的大吼，因为恐惧而浑身颤抖，你疯了！放开我妹妹！宋慈济拽着我往后退。最后一刻，我看到的是乔梦雪狼狈跌撞过来的身影。我轻声说，别担心，姐姐。我做了一个沉重而真实的梦。梦里，我没有跟家人修复关系，而是孤身去了国外留学。我们真的渐行渐远，甚至断了联系。当我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时，是他们的死讯。乔梦雪流产，患了抑郁症，跳楼死亡。爸妈因为思女过度，路上精神恍惚，出了车祸。而爱妻如命的著名企业家宋慈济正式接手了乔氏，承诺会倾尽一生守住乔氏，绝不辜负二老的期待。而我在国外也遭到追杀，掉下悬崖，被无边的海浪吞噬。但我活了下来，因为在那次溺水之后，我就逼迫自己克服对水的恐惧，学会了游泳和潜水。宋慈济一定没想到，恶鬼回来复仇了。在乔梦雪闺蜜将来的帮助下，我回国这件事没人知道。我也因此查到了一些事，比如乔梦雪在结婚之后就很少出门，怀孕之后更是跟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。而我爸妈是在从他们的新婚别墅回来的路上刹车失灵身亡。那天除了宋慈济和宋母，还有一个人在别墅里，蒋轩。他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入职了乔氏。我爸原本是想让他先当乔梦雪的秘书，但乔梦雪完全的恋爱脑，只想让宋慈济打理公司，所以蒋轩就成为了宋慈济的得力干将。我爸妈死后，蒋轩调到了一个很有前景的分公司，成为了管理层，未来前途无量啊。将来说还是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没办法给他们定罪。我笑着抿了一口咖啡，低喃道，我要的可不是仅仅只是定罪，证据嘛，自然会有人给我送，还是自愿的。幼儿园放学后，一群戴着小黄帽的小朋友飞奔出来。我走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面前，弯下腰，你就是蒋小菜吧？真可爱。她奶声奶气地问我，漂亮姐姐，你是谁呀？我捏了捏她的脸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呀，他让我来接你。她扬起小脸，有些疑惑，可是爸爸不让我跟陌生人走呀。我温和地看着她，你可以给你爸爸打电话问问哦。小菜。蒋轩西装笔挺，从豪车上下来，脸上的笑意温柔的几乎能掐出水来。可就在我转身的那一秒，陡然僵在脸上。他双腿灌了铅似的定立当场，唇上血色尽退，惨白无比。我牵着蒋小菜走过去，熟人寒暄般的跟他打招呼，蒋轩，好久不见呀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呀。你母亲还好吗？听说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还要下地干活，怎么不接来城里享福呢？我声音柔和，可他却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嘴唇哆嗦个不停。他颤抖地将蒋小菜推到车上，朝他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小菜，你在车上等爸爸一会，爸爸马上就来哦。蒋小菜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乖乖点头。扑通一声，蒋轩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我笑了一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知道就行。我还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给孩子取名叫蒋小菜。你妻子在哪个公司来着？好像在金海路吧，那里晚上听说不太安全，让他注意哦。还有你母亲，听说腿脚不太好，还要下地，你也太不孝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拖着下巴啧啧两声。每说一句话，他都抖得更厉害，更是不敢抬头看我。过了很久，他终于抬起了头，眼神一片死寂。我饶有兴致地问他，现在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蒋轩重重给我磕了一个头，下定决心般闭上了眼。我知道了。乔梦雪自然不是产后抑郁跳楼身亡，她的孩子是被宋慈济折磨没的。有了孩子后，她就被关在了地下室，被随意折辱。为什么？因为宋慈济在为阮芝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。哈哈，花着乔梦雪的钱养小三，小三死了，忍辱负重蛰伏数年，只想杀妻为他报仇，多伟大的爱情啊！这就是天之骄女乔梦雪喜欢的优秀男人啊！当然优秀了，
不仅搞死了他，还搞死了爸妈，成功夺得了财产，最后还名利双收。蒋轩无意中看到了地下室中的乔梦雪，他拒绝了他的求救，而是选择利用这个把柄跟宋慈济绑定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爸妈知道乔梦雪的死讯后，上门讨公道，也是蒋轩将他们的刹车毁坏，导致他们出车祸，双双身亡。他做事一向缜密，害怕宋慈济翻脸不认人，偷偷录了视频。我看着视频中的乔梦雪，形容枯槁，四肢被绑着，满身都是血，奄奄一息的样子，跟我记忆中那个鲜活的她没有一处相似。我按住眼睛，嘲讽地笑出了声。乔梦雪，你自诩聪明，怎么连自己的枕边人都看不透？我没有你聪明的头脑，也想不出完美的复仇方法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条命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也不怕死。这是所有穷途末路的人共同的特点。我抚摸着视频中乔梦雪的脸，笑着说，要是成功不了，我就把他们都捅死，等宋慈济下地狱了，你再折磨他吧。至于我算是替天行道，肯定是上天堂的，以后就见不到了。不过我也不想见到你，你太蠢了。爸妈，你看令你们骄傲的好女儿，不仅自己死了，还害死了你们，现在快活了吧？现在还得靠这个没用的女儿给你们报仇，你们好像更没用吧，命都没了，切。不过你们一家在地狱团聚，估计都想不来我是谁了。一滴泪落在平板上，我吸了吸鼻子，我为你们报仇，下辈子就别见了。只有这个证据还不足以让宋慈济死，必须再添一把火。将来开始频繁约宋慈济吃饭，并表示出联姻的倾向。宋慈济当然不会怀疑什么，因为将来和乔梦雪早就决裂了。还是因为他将来提醒乔梦雪小心宋慈济，可他觉得将来觊觎他。大小姐怎么会看得上凤凰男？当即觉得受到侮辱，跟乔梦雪绝交。再后来就听到了乔梦雪的死讯，他愿意跟我联手为乔梦雪报仇。我曾问他，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帮他干什么？他笑着反问我，那你又为什么替他报仇？我耸肩，当然是为了财产。将来但笑不语。我知道他们曾经发过誓，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所以好朋友哪能因为一个误会就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呢？宋母非常满意将来这个准儿媳，大概是因为将来嘴甜爱送礼，今天送包，明天送香水，把宋母哄得合不拢嘴。因此宋母天天喷将来送的香水以示喜爱。但是宋慈济就不太好了，表现的情绪极易失控，有躁狂倾向。自从乔梦雪死后，他就开始吃一些精神类药物。本来是一直失眠的，但是闻到一些特殊的香水味道，可能会出现幻觉。宋父好巧不巧就撞在了枪口上。他赌博又欠了很多钱，理直气壮地将宋慈济当作摇钱树。原本以宋慈济现在的手段，他也不敢做得太过。但是谁让他拿到了把柄呢？就是乔梦雪被关在地下室的视频。宋父觉得可以用这个视频威胁宋慈济一辈子，但宋慈济看着这个视频久久愣神，突然就发了狂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捅死了宋父。宋母尖叫过后，很快捂住了嘴，然后开始娴熟的让蒋轩来处理尸体。他们以为现场只有2个人，却忽视了蒋轩这个变数。蒋轩能自由进出别墅，装个摄像头也不难，谁会怀疑他呢？毕竟他们可是一条船上的。宋慈济死，蒋轩也得死。可他们不会想到，我早就拿捏住了蒋轩的弱点。只要是人，就会有软肋和弱点。蒋轩的软肋就是家人，因为缺少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爱他的人，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亲情和真爱。他愿意用自己来保全家人，因为他曾一无所有过，更懂我孤注一掷的决心。他现在什么都有，所以他不敢赌。这场人性的赌博，赢的只会是我。宋慈济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地下室，就在那张乔梦雪躺过的充满血腥味的铁床上。打开灯的瞬间，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我从中看到了恐惧。原来他也会怕呀。睡不着是害怕被乔梦雪索命吧？我笑着打个招呼，好久不见啊，宋慈济。他破罐子破摔的扯了扯唇，你居然没死，
太可惜了。对呀，太可惜了，居然让我回来了。我起身走向前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，所以现在该你死了。话落，门外进来了几个大汉，都是我专门找的喜欢折磨人的专家。宋慈济似乎这才开始害怕，他抖着嘴唇，锁链因为剧烈挣扎发出哗哗的响声，他眼睛因为愤怒而充血。乔启双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求你放过我。1个月后，他被折磨得气若游丝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。宋慈济被屈辱的绑着，衣不蔽体，每天只能吃点流食。他眼神呆滞，一打开铁门就条件反射的往后缩，嘴里不停的喊着救命。我敲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，将平板打开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嗨嗨，小季，救我！我要被淹死了。平板里赫然是宋母被绑在桥架上，江水已经没到了胸口。她此刻狼狈不已，哪再有半分颐指气使的富太太模样。宋母耳朵上的珍珠耳环少了一只，估计是挣扎的收掉了。可惜了，那是我妈最爱的一对。宋慈济死寂的眼里这才泛起了一点波澜，他嗓音沙哑至极，乔启双，你把我妈怎么了？我看了一眼手表，估计还有1个小时，江水就要完全淹没你妈头顶了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自己去自首，跟警察说你曾经做过的事，或者你也可以指控我，我不介意。他眸色闪了闪，咬着牙不说话。我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，笑道，不过你妈的安全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你选吧。门外几个大汉往里探头看了一眼，他吓得立马蜷缩了起来，颤抖地咬住手指。几秒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我去自首，你放过我妈。我温和点头。我当然知道他只是假意屈服，等到确定他母亲安全了，再反咬我一口。但是等他拨通蒋轩的电话时，铃声却在警察局里响起。宋慈济不敢置信地转过头，看到垂头戴着镣铐的蒋轩，他的手机掉在地上，屏幕4分5裂。他完了。宋慈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几条人命再加上经济罪，判处死刑。敢杀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呢？还要感谢蒋轩帮我收集他的罪证。他之所以这么配合，还是怕我对他的家人出手。毕竟他已经看到宋父宋母的下场了。宋父死不足惜，他黄赌毒样样沾，还强奸未成年，逼死人家父母。都是宋慈济替他把事情摆平了，这才没有闹大。这也算是给受害者偿命了。至于宋母，我信守承诺，不伤害他的性命。但他精神似乎出了问题，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是真的还是装的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以后的日子应该会很精彩。宋慈济从曾经的慈善家、优秀企业家一夜之间变成了凤凰男杀人犯。我没有让人伤他那张脸，为的就是要让他那张脸永远定格在镜头里，永远被人唾骂，被人诅咒。我要让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哪怕下了地狱也得不到宽恕。我去见了宋慈济，他剃了板寸，脸上全是伤，惨不忍睹。这当然是我让人干的。在监狱里就不用受折磨了吗？做梦。在死前最后一刻，他都别想安生。宋慈济已经完全麻木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反倒是我像个老朋友一样，和颜悦色，絮絮叨叨的跟他说了很多事。你知道你的小青梅阮芝芝是谁害死的吗？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，是你妈呀。他死气沉沉的抬起头看着我，我笑着给他看了一份文件。你妈年轻时看你爸有点小钱，就甩了初恋跟你爸在一起，谁知道你爸是个赌徒，很快就把钱霍霍光了，还喜欢家暴，你妈只能寄希望在你身上了。你也不负所望，傍上了乔梦雪，一步登天了。你妈当然要为你扫清通往富贵路的所有障碍，所以蛊惑初恋开车撞死了阮芝芝。突，这初恋还真是痴情，都有老婆女儿了还这么不负责任。撞死人后畏罪自杀，老婆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悲伤过度也跟着去了，只剩下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。他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眶通红，死死盯着我。我妈呢？我环住手臂，你妈还能在哪？当然在精神病院呀，我可是说话算数的人。不过嘛，
精神病院有没有来为母复仇的小护士或者医生什么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宋慈济攥紧了拳头，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怀疑他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。我连忙补充，怕他死前有遗憾，你也别怪你妈，因为阮芝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一边哄着你，一边跟好多男人厮混，肚子里的孩子还不一定是谁的呢。要不你下去问问他。说完，我笑着起身离开。至于宋慈济是如何情绪崩溃嘶吼，又是怎么被一顿毒打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见到了蒋轩的妻子，她是个很温婉的女人，哪怕憔悴脆弱，也依旧笑容得体。见到我的时候，她歉意的鞠了一躬，我替我丈夫跟您说声对不起。蒋小菜也有样学样的鞠了一躬，我替爸爸跟你道歉，他做了很坏的事情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，你不怪我吗？他认真摇头，妈妈告诉我，做错了事就要负责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你又没有错。眼眶陡然酸涩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说，对不起呀，好好长大吧。来看蒋轩的时候，我面带嘲讽，你倒是有个好妻子和好女儿。他低眉一笑，却又像是突然情绪崩溃，将脸埋在臂弯里，肩头颤动不停。我是真的后悔了，我为什么就鬼迷心窍？要是时光倒流，我冷声打断了他，再来一次你依旧会这么做，只不过后悔的是没斩草除根而已。他仰起头，泪眼婆娑，可我不为所动，因为我知道他骨子里就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。要是我没有抢先一步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将我杀死，可不会像现在这样忏悔。这就是人性啊！我勾起唇，如果时光倒流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走出乡村的机会，你死也得死在那里。如果你还想从监狱活着出来，就跟你的妻子和女儿断绝关系。不管你是用最恶毒伤人的话，还是用什么手段，让他们离开你。我要看到你潦倒半生，妻离子散，一事无成。他的一切都是我爸妈给的，所以我要收回来，很正常。他再也维持不住伪善的面具，癫狂地站起来，对我极尽辱骂，用力拍打着厚重的窗，眼神仇恨无比。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你给我回来！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贱人！我冷眼看着他发狂，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。蒋轩这种人，怎么配拥有幸福呢？走出监狱的那一刻，阳光照到了我身上，我身形晃了晃，几乎站立不住。实在是太累了呀，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再次醒来，映入眼帘的是医院的天花板。我察觉到自己的手正被人握着，温暖柔软。我侧头看去，乔梦雪趴在床头，睡得正熟。姐姐，我无声做了个口型，眼泪却抑制不住流了出来。其实我说谎了，我很想见你，真的很想。就像将来说的，一辈子的朋友，怎么能因为一个误会就老死不相往来？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，我又怎么会不管你呢？哪怕闹得再僵，还是会下意识想起你的好。乔梦雪会在我被骂的时候安慰我，反对严肃的父亲。她会在我在琴房练到睡着的时候将我抱进房间，会在我赌气不愿意吃饭的时候偷偷给我带点心。好在那些悲伤的画面只是个梦，乔梦雪还在，爸妈还在，这就够了。周一我照常去学校，但我现在搬回家了。快迟到了，我嘴里叼着包子，将书包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跑。我妈在身后跺脚，不着急，你热牛奶还没喝。我爸将报纸摊开，低笑了一声，难得看咱闺女老老实实穿校服。跑到门口，想到什么似的，急忙刹车，又跑回家，给了我爸我妈一人一个脸颊吻。恰好乔梦雪揉着眼睛下楼，我也冲上前亲了她一口，然后头也不回的挥手，我原谅你们啦，还有我爱你们。屋子里的三个人摸着自己的侧脸，齐齐相视一笑。番外，乔启双说的对，我是个恋爱脑，所以我被枕边人折磨死了，还害死了爸妈，我该死，但宋慈济和蒋轩更该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。可惜做鬼除了能在天上飘，好像什么也做不了，但起码跟爸妈团聚了，他们也在天上飘。我们三只鬼面面相觑，于是我日夜跟着宋慈济，想把他弄死。爸妈日夜跟着蒋轩，他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，凭什么有这么好的家人？老天爷真是瞎的。
资助这个白眼狼还不如资助那个叫林娜的孩子。跟着宋慈济时，看到了一条新闻，主角赫然是林娜。她高中毕业就被爸妈卖给了老光棍换彩礼，可是老光棍一直打她，不把她当人看，她麻木的一刀宰了她，后来又去杀了她爸妈。被捕后，她竟然露出了释然的笑容，接受采访时叹了口气，可惜没能替我好朋友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姐夫，太遗憾了。不过我相信她一定能做到，我会保佑她的。林娜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，可惜了。不知道将来我对不起她，她肯定不想理我了吧。宋老钱婆还想找到事，让我们一家永世不得翻身，真恶毒的一家人。一家子坏种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妈哭着说，不知道小双怎么样了，我倒是希望她永远待在国外，再也别回来了，我们对不起她。我爸长叹了一口气，也不知道这孩子以后没钱了怎么办。没有老登给他发钱了，能养活自己不？以我对乔启双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回来吧。毕竟咱爸妈这么偏心，我也是个恋爱脑姐姐，他巴不得甩掉我们一家人。唉，可是我还是想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宋慈济这个贱人，居然雇人去国外斩草除根。我每日每夜趴在他身上，恨不得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乔启双回来了。他用激进残忍诛心的手段替我们报了仇，害过我们的人没有一个善终，不愧是我妹妹。还有将来，不愧是我的好朋友。他说的对，我自诩聪明，但却不懂人性，识人不清，害人害己，所以我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。唉，下辈子长个记性吧。下辈子我再感谢乔启双和将来好了，将来我还想跟他做朋友。至于乔启双，我最好能做他妈，我绝对不偏心，因为我就打算只生他一个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他。哦，他说不想再见到我们了，只要他开心，不见就不见吧。我和爸妈的执念消了，变得越来越透明。在消失之前，我们去看了他一眼。他接手了公司，家财万贯，愿望实现了，应该很开心吧。可是为什么他蜷缩在我的床上，神情这么悲伤呢？我俯身想听听他说了什么话。他说，姐姐，我好想你，为什么不来我的梦里？我浑身一颤，鬼是没有眼泪的，可我的眼眶为什么那么酸涩？爸妈边抹泪边嘀咕，这孩子怎么不想我们？我双手叉腰，因为我们才是世界上最亲的人。我后悔了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他姐姐，哪怕他不想见我，我也要厚着脸皮凑上去。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姐姐，让我的妹妹快乐长大。再次睁眼，我竟然回到了大学时期。震惊过后就是狂喜，距离妹妹出国还有2周，我连忙买了机票回去。没想到爸妈也回来了，我们3个一起商量怎么留下她，怎么补偿，怎么道歉，怎么把宋慈济这个贱人摁死。中午终于到了，我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怕这是我消失前的幻想。再次见到这张熟悉的脸，我手指忍不住的发颤。他看过来那一瞬间，像是穿越了无数时光，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。妹妹，欢迎回家。爸妈和乔梦雪不愿意告诉我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也差不多拼凑出了真相。毕竟我小说看得很多，重生这种事不足为奇。他们报复了宋慈济和蒋轩，但却没有断他们的生路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仇恨是无法终结的。蒋轩已经摁死在乡下，无法蹦跶了。但是宋慈济是个定时炸弹，如果不处理干净，一定危害无穷。穷途末路的人烂命一条，不怕死。宋慈济就是这样一种状态，他很有可能跟我的家人同归于尽。这种担忧在私人侦探告诉我他的精神状态堪忧后到达了极致，所以我得先发制人。我找了一个老头，跟他串通了一个大致的剧本，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本书，而他本该跟乔梦雪白头偕老，但我是唯一的变数。我本该在那次溺水中死掉，但是出了一些意外，剧情因为我改变了。老头告诉他，他是天选之子，只要将剧情修正，就能重新开始，只要将我在灯塔原本的位置丢进水里就行。也许真的是面临精神崩溃了，他竟然信了。当那个老头告诉我他身上藏着一把刀的时候，
我再次感到庆幸。只要他信了，他就会绑我到那个灯塔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身上有定位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游泳和潜水。之前试验过，从灯塔上跳下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更何况，大概率会有救援队。我不怕危险，我只怕我的家人受到威胁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所以我不敢赌任何一丝可能性。只要他进监狱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为了家人，我愿意成为一把恶刀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，他竟然没打算活着。太好了！他拽着我往外扔的时候，我朝某个方向踹了他一脚。天助我也，我只是晕了一会，做了一个梦而已。而宋慈济不幸砸在水泥地上，当场死亡。乔梦雪还朝他比了个中指，直呼死得好。我保护了家人，终于没有人能威胁到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了。如果宋慈济真是天选之子，再次重生，希望他能识趣的离我姐姐远一点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他死得更惨。